嫂子把贾太岁当亲爹供，贾太岁出现一条小裂缝，嫂子非要我给他打针。叶凡，我爸生病了，你快救救他！我劝他清醒一点，这只是用过的硅胶制品，说不定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但第二天，贾太岁却碎成了渣渣。嫂子认为是我故意害死了他爹，约我爬山把我推上悬崖。你身为医生，却眼睁睁看我爸去死；身为女儿，我必须报这个仇。而我哥知道后，选择包庇嫂子，只对外说我去美国赚大钱去了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嫂子要我给贾太岁打针的时候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别吓女儿呀！叶凡，我爸生病了，你不是医生吗？快给他打一针，救救他！嫂子泪汪汪地把出现裂缝的贾太岁捧到我面前，我强压下心中的恨意和恶心，大声惊呼：嫂子，贾太岁这是内脏破裂，情况十分危急，我的医术救不了他，赶紧给我哥打电话，让他送到大医院抢救啊！嫂子十分慌张。天啊，这么严重吗？要不叶凡，你现在送我和爸去医院吧，你哥下午有会议，在公司赶不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我的车在检修。说着，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，拨通了哥哥的。我只能胡诌几句稳住他呢，反正就一个晚上不睡而已，你就忍忍吧。以前嫂子都是闹得我发神经，哥哥一点也不受累，他无所谓的劝我多忍耐。现在嫂子缠上他了，他还能心平气和吗？钱是我死后才知道，贾太岁不是自己碎掉，而是因为嫂子把他当亲爸供着，不愿意生小孩分散精力，所以哥哥一看到贾太岁恼火，半夜悄悄把他剁碎了。现在嫂子指明要他一整夜都守着贾太岁，他表面应下，实际不到凌晨4点就呼噜震天响了。而我趁他睡着时，往贾太岁的缸里泼了一瓢加盐的热水。看着贾太岁表面一点点出现裂缝，我嘴角泛起冷笑。次日一早，嫂子的哭声响彻整个客厅。啊，我的亲爸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睡在沙发上的哥哥一个机灵弹了起来，只见贾太岁上出现了4、5条大裂缝，一副随时要破碎的样子。嫂子哭天抢地的埋怨哥哥对爸不上心，竟然呼呼大睡，害得贾太岁更加心碎。哥哥无奈的解释：我没有不上心啊，我一直强撑到凌晨5点多，实在太困了，想眯一会儿而已。谁知道嫂子完全不听他解释，哭着用小拳拳捶他胸口。哥哥解释半天，终于也忍不了极限，一副随时会爆发的样子。我一看这可不行，就连忙拉住嫂子的手。嫂子，你误会我哥了，你爸他没事，他心口的裂缝已经愈合了，这哪里是愈合了，是外面裂得太厉害，里面看不清了。嫂子和哥哥同时呆住了，嫂子半晌才憋出一句话：那他表面怎么裂成这样了？这不是更严重了吗？他这是要怀孕要生宝宝了，
所以肚皮上长很多妊娠纹。嫂子愣了几秒，转忧为喜。真的吗？可这不是我爹吗？我强忍住爆笑的冲动。太岁这个物种是不分男女的，只要他愿意，1个月后就能生出很多小宝宝了。嫂子激动地晃动哥哥的胳膊。太好了，原来我们家要添丁了。老公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很快就会有很多兄弟姐妹了，这下我爸更需要你了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他，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呢。这时嫂子见哥哥脸色难看，笑脸瞬间垮了下来。你不想照顾我的兄弟姐妹吗？哥哥无语至极。照顾个屁！本来就满肚子不情愿又熬了一个大夜的哥哥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将假太岁狠狠砸在地上。嫂子尖叫一声，扑到他身上又抓又咬。哥哥第一次甩了他一巴掌。神经病吧？你真当他是你爸？你脑子清醒点，这只是别人用过的硅胶制品。我先把他打了起来，我连忙以紧急出诊为借口溜到了外面，然后打开监控查看情况。只见哥哥暴怒的一脚将裂成几瓣的假太岁踩成烂泥。这他妈算什么爸？谁家爸是一团胶状物？恶心！我告诉你，要么你乖乖给我生个儿子，要么你就卷铺盖滚出去！我不要一只不下蛋的母鸡！你这个杀人犯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无情，亲手杀了我爸？我绝对不会给杀父仇人生孩子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最后，嫂子一手握着快碎掉的假太岁，嚎啕大哭。暴怒的哥哥带上几件衣服去住酒店。我看第一步计划没把他们全撞死，连忙赶回家。嫂子仿佛看到救星一样抓住我的手。叶凡，我爸快全部碎掉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随意检查了一番，将他哄去药店买消毒酒精，然后拿出了早准备好的小硅胶制品，再顺手把假太岁彻底捏碎。等到嫂子回来时，我佯装一脸悲痛。嫂子，你爸他顺利生下18个小宝宝，但他自己太虚弱，彻底碎掉了。我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，这是我作为小辈给你爸准备的骨灰盒，你好好安葬他吧。嫂子一边哭唧唧，一边用玻璃瓶装了牛奶，把18个小太岁放在里面，然后在茶几上给假太岁布置了一个小灵堂，打算在家里给他办葬礼。我站在一侧，忍不住在心里竖起大拇指。知道他颠，不知道他能这么颠。嫂子给哥哥打电话发消息，让他回来见假太岁最后一面。哥哥当然没有理会，我主动建议他，嫂子，我哥正在气头上，现在肯定犟着不肯接我们电话，但假太岁毕竟是你爸，万一因此错过最后一面，他以后肯定会后悔。这样吧，你在网上直播葬礼艾特他，他一定会看的。嫂子深以为然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摆好角度，艾特哥哥后开始直播给假太岁哭丧。给假太岁办葬礼本来就很炸裂，再加上我悄悄花了1万多块钱给嫂子的直播精准投流，他的直播很快上了热网，几十万吃瓜群众在线观看，弹幕满天飞。大部分网友都是围观热闹，但也有少数有钱有闲的网友同情心泛滥，刷了几个嘉年华。嫂子只顾着跟假太岁做临终告别，完全没注意到弹幕。直播结束后，她很疑惑自己怎么涨粉了几十万，一场直播收入近10万，更不知道她成了全网公认的精神病患者。因为热度太爆，哥哥公司的大部分同事也刷到了直播视频，纷纷嘲笑哥哥有个神经病老婆。哥哥气得当晚就从酒店冲回家，一巴掌将嫂子的嘴角打出血后，又一脚踹飞了装有18个假太岁的玻璃瓶，将他们狠狠地踩成黏糊糊的碎渣。你一天到晚他妈的发什么神经？老子现在成了全网笑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有人都在笑话我娶了个精神病当老婆。嫂子顾不上疼，趴在地上对着那根碎渣犀利惨叫，极度激动之下，竟然昏了过去。和前世一样，嫂子这时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。虽然她一直在吃避孕药，但是几% 的失败率还是降临在她身上。哥哥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孩子，高兴的整不着北，完全忘记了嫂子直播让他变成笑话的事，瞬间恢复成以前处处迁就的温柔样子，在嫂子床前给她端茶倒水。可嫂子记恨他踩碎了自己的18个兄弟姐妹，每次都把头扭过一边不理他。有气无处撒的哥哥找到在烧热水的我，一脚踹到我后腰上。都他妈怪你，乱说什么假太岁生孩子的鬼话，让你嫂子越来越疯。手里的烧水壶碎了一地，玻璃碎片和热水让我裸露的小腿红肿流血。实时监控，看到嫂子终于肯对哥哥说话，她像平时一样软萌的撒娇，蒙上哥哥的眼睛，用情趣游戏道具捆住了哥哥的手脚，将他绑在床上，然后打开了床头柜上那2罐泡水碎渣。哥哥原本笑得开心，但嫂子第1罐碎渣灌下去后，他马上呕吐起来。哦，老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嫂子一手掰开他，一手把他吐出来的碎片重新塞了进去，声音阴森的瘆人。这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啊！你这个渣男，不仅害得假太岁我爸难产而死，还踩碎了他用命生下的宝宝。
你现在必须接受我兄弟姐妹们的嗜血复仇。哥哥惊恐地瞪大双眼，一边用尽全身力气想挣脱手铐脚铐，一边拼命地把肚子里的东西呕出来。嫂子死死捂住他的嘴巴，眼神决绝。负心渣男不配活在世上。哥哥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在他彻底失去意识前，爆发出强大力量，一把扯断了手铐，将嫂子抡下床。啊，情趣玩具果然不顶用。只见监控里哥哥翻身坐起，一边用力抠喉咙吐出大量的太岁，一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而嫂子捂着肚子，疼得在地上缩成一团，身下流出一大滩鲜血。很快，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嫂子情绪激动，加上腹部受到撞击，孩子自然是没了。现在被医院打了镇静剂，睡得安然。哥哥虽然吐出了部分碎片，但造成了严重的肠梗阻，他被切除了部分肠管。听到孩子没了，怨气冲天。妈的，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神经病？收到了警察通知，他对嫂子这个精神病恨得牙痒，躺在病床上就联系了律师，要诉讼离婚。在哥哥出院这天，我故意找了个出差的借口没去接他，让他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。如果我算得不错，他到家那一刻，嫂子应该在给贾太岁他们烧纸钱。果然，哥哥一开门就看到烟雾环绕的家，低头又看到嫂子给贾太岁做的牌位及香烛纸钱，瞬间失控。我他妈的一定要杀了你！他像一头暴怒的猛兽，顾不上腹部的刀口还没恢复，抡起菜刀疯狂往嫂子身上砍。嫂子尖叫着后退，试图用手阻挡，不一会儿便鲜血淋漓，再也抬不起来。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，他也发了狠。趁哥哥菜刀砍到橱柜上暂时拔不出的功夫，他抓起烟灰缸狠狠给哥哥的后脑勺来了一下。几分钟后，嫂子的脸被哥哥砍出几个大口子，皮肉外翻，十分可怖。脖子上的窟窿不断往外冒血。没几秒钟，嫂子睁着不甘的双眼咽了气。哥哥无力地倒在沙发上，脑后的头发和腹部的衣服全被鲜血浸湿，很明显是打斗过程中刀口撕裂，失血过多了。他费力拿手机想打120，手却在按下第一个数字后无力地垂了下去。我看着屏幕里失去生气的2具尸体，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同志，不好了，我在家庭监控里看到我哥哥和我嫂子打了起来，他们现在好像全都死了。办完葬礼后，我继承了哥哥留下的大平层和代步车，也可以随意支配他的银行存款。将所有资产折现后，我向单位休了很长的年假，打算去马尔代夫好好放松一回，庆祝我这一世自此得到新生。